1975年春节前的一天，一位神秘的人敲开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一位医生的家门。这位被带走的中国人是广安门医院一位眼科医生，他叫唐由之，当时48岁。就进来，你是唐由之家门，我说是，他就说你有12要出去几天，我说好。那么我是知道，心里知道可能性前面一个阶段的会诊有关可能性这个事儿的继续啊。等我是带什么东西，他在那随身替换的刷牙口杯。那种话不是出去都要粮票嘛？吃饭我问他要不要粮票，他说不要带粮票。我说好，让我们去。对于突然被带走，唐由之并没有感到惊诧，因为早在3个月前，他就曾参加过一次神秘的会诊。这个会诊呢，它是305医院，305医院本来就是个高干会诊的地方。那么以前我在这个辰光呢，以前，70年以前也小有名气，也去经常去会诊。305医院在当时主要是给国家领导人看病。唐由之以往常来这里会诊，但是这一次他一走进会议室，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这天做会诊啊，真有病情，没有年龄，年龄有，性别没有，身高体重的这一种都没有，哪儿人血管哪儿都没有，这是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当时我一想也奇怪，这个会诊怎么好像眼科医生去了有10几个眼科医生，全国都来了，全国最有名的眼科大夫都来了。在这些人中，唐由之是唯一的中医眼科专家。1926年，唐由之出生在杭州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致使唐家家道中落。为了生计，唐由之在朋友的引荐下，拜著名的中医大师陆南山为师。当时他年仅16岁。陆家世代中医，在江南一带久负盛名。他不计较于金钱。我老师他看病看他很苦的，他拿了鸡蛋了这种来送了这样，老师不收，反而给他免药费啊，挂号费都不要。那我感觉到这个老师啊，好像不是为经济怎么样子，他是更加喜欢。陆南山仁德的爱心，日后对唐由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做事，先学会做人。唐由之聪颖好学，刻苦钻研，深得陆南山赏识。他断定，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有作为。我学的差不多了，我感觉到自己杭州啊，可以试一下我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慢慢，我的业务很好，13口人家，而且在抗日战争，在做亡国奴的时候，而且维持的不错。随着患者的口口相传，唐由之的诊所越来越有名气。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单纯的中医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借助外力。中医的东西呢，由于古代的东西呢，有科学的一面，主要是科学的，但是到底要说明它人体客观的人体起了什么作用，到底你要用下去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他讲不清楚，这个讲不清楚。那么我想这个要讲得清楚呢，现代医学讲得清楚。1952年，唐由之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又学习了5年西医，成了为数不多的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眼科专家。305医院那次神秘会诊之后，唐由之又参加了几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大家都认为这个病人的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神秘的造访者要带他去哪里，唐由之并不知道，但是直觉告诉他，那位重量级病人就要浮出水面了。他会是谁呢？
他们亲历历史，走过了风云变幻的年代，历史选择了他们，让他们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伟人鲜为人知的一面。不同寻常的工作经历成就了他们，让他们成为不寻常的历史见证人。敬请关注《传奇中国》系列节目，在主席身边工作。车子很快到了机场。当时，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志作为唐由之的助手，也一起上了飞机。往哪去不知道，咋也不清楚。他在后边就问我：“高大夫，你知道给谁做手术吗？”我说：“我哪知道呀？”我说：“不知道。”乘上飞机呢，我就看出来了，飞机是朝南方的，从太阳光的方向也辨得出，地下的土地呢，我也看得出。哎，我说恐怕到南方。1个钟头左右，飞机降落在了杭州。唐由之意外地回到了家乡，这让他感到既惊喜又亲切。很快，唐由之和一同飞来的专家被告知，第2天他们要为一位中央领导检查眼睛。当时很紧张，我知道以前这是很远距离看到，从来没看到这里，有高兴，有兴奋，有紧张，大家都炸了窝了一样。哎呀，这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可紧张了，一宿都没睡呀，就等着这个消息啊，给主席去检查呀。这是唐由之第1次见到毛主席本人，但是这次见面却让他大为吃惊。等到我们进去一看，这个心里难受了。这个他的确是很难受，因为什么？看见一位老人啊，捧着，身上也穿的约衣，头的头衔也是旧的，沙发里面坐了。我们因为一直听到都是神采奕奕，嗓音高大，啊，这个体态是很宏伟的。这次其实人瘦得一塌糊涂，脸也瘦，是头发也蓬，所以一个反差给我们好像看了过这很难受。查完以后回到住处都哭了，那是非常觉得，哎呀，不可能吧，主席怎么这样呢？当时毛泽东已经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失明，只能依靠工作人员读文件来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而且更糟糕的是，毛主席还患有慢性肺心病，在当时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外界无人知晓。主席的咳嗽是很厉害的，因为说当他切口离开的话，他这个前王水、不立体、红木都脱出，那不得了的。激烈的讨论在中医、西医之间展开。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毛泽东的咳嗽随时可能带来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脱离，非常危险。而中医所采用的方法是我国古老的金针拨杖术。这种方法在唐朝就已经开始使用，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容易出现并发症，近100年来医学实践中已经没有人运用这一方法，所以当时医学界把睫状体部位视为眼科手术禁区，身为这个部位容易引起交感性咽炎，容易出血，容易发炎，所以他反对。唐由之很早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把施术通过了卫生部的鉴定，并在全国推广。至1974年，唐由之已经用金针拨杖法做过6000多例，成功率100%。在这6000多例手术中，难度最大的是1972年给柬埔寨宾努亲王的手术。当时的宾努亲王年高体弱，一只眼睛失明多年，他多次前往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竟然没有一个医生敢给亲王做手术。他起先到法国去白内障做手术，
法国就看他怎么麻醉，他头都要动。头要动，你眼科做不了手术的，你身子动，内科也是，外科普外也做不了手术。他头老是要动的，他平时1分钟60几下，一紧张120几下，动他检查他都要100下左右。哎呀，我说你这个我给他手术补了，手术空间怎么做呢？后来我说可以做，我给他用这2个手啊。加入他的脸，加入他的对面对坐，做了他的，他动我也动，我这样子做，拿手术期间离开，手术期间拿好手这样做，那只是真紧张。这个7、8分钟下来，做好了以后，我也够紧张，抖我都没抖，手术也做得非常之漂亮。唐由之的妙手拨亮了亲王的眼睛。术后10年，宾努亲王一直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直到最后逝世。此时，唐由之的金针拨杖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主席做不了，当时那个时期74年、75年这种是西医的。最新的这种白内障手术，他接受不了。我这个切口呢，是在角膜员外4个毫米，这2个毫米的最大这2个毫米，1.8到2就可以了。你再咳嗽，它也不会裂开的，不会裂开的。所以我这个是比较保险。所以等到双方讨论了这样子，我心里已经睡不着觉了。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这个眼底呢，同仁医院的一个眼科主任给我看，已经出血了。紧张的出血。此后，唐由之又几次被红旗轿车接走。这位不是党员的眼科大夫，却要去参加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会议的议题是确定到底由谁来操刀为主席做手术，而唐由之是锁定人选之一。我呢进去呢，心里边是这么样子：你西医，我要全心全意的帮助，协助；你要中医，我要全心全意的做。我倒并不一定是争取中医同西医，因为我2个手术都行。印象最深是总理小平同志，那时候小平正好上，在岗位上。叶剑英啊，谁呀都去了。我也不发，我要发我就讲一些呢，主席的身体的健康情况来看，还是我们一种合适，最多讲这一句话。是不是我这个咳嗽就可以一定不产生问题，一定安全的能给手术过程，我也不敢说。又问了，你们要做中医手术，你们保证能有多少？有多少成功率？因为西医手术他们提出的是85%，唐院长也说我也85%，不敢多说。最后，焦点落在2个人身上：中医唐有之和西医张小楼，选谁合适呢？有人建议把他们以前的手术病例调出来，让事实说话。很快，调查材料报给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又是难熬的几个月。一天，唐由之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住进中南海。党中央决定由他来为毛主席做手术。唐由之知道，这场手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主席只能跟他说了，他说你准备工程里边有问题吗？我说有问题的，有一些，我累到重新室里痛一些，我看见你在沙发里边头动了一下，我说我这个麻醉没麻醉好，他哈哈一笑，手做，就这么一个姿势做，我就紧张了，就把这个消息传出来。唐院长还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是要求别人不紧张。我说先摸摸你紧张不紧张？摸手是凉的呀，脉搏都是100-200跳了，咚咚咚跳得很快呀。我也紧张，但是我不紧张，
不好紧张，表露出来。哎，我就是叫大家准备按部就班，各就各位。1975年7月23日晚，中南海毛主席书房的灯一直亮着，手术室就设在毛主席的书房。消毒，我拿棉签，不是要先擦眼睛，先擦这儿，一擦这手就抖，赶快停下来了。不行，镇静，不能抖，不能紧张。那我拿好，手的巾、麻药都冲好，手的器械都摆好。第一针给主席打麻药的时候，拿起针我倒都不紧张了。我就觉得我很钦佩他，就这一点，他手一点都不抖。能掌握这样不容易啊，很沉稳，很沉稳。发现自己啊，好像完全进入了一种手术里边，进入状态。哎，好像也没有我了，也没有怎么主席的问题了。我觉得保证这个手术完全成功。别的病人打好麻醉才去做，这个病人呢，我打麻醉，做手术的人还是让他说打麻醉。实际上我已经做了。我说还要打麻醉，要有1刻钟左右。做好了以后呢，我跟主席说纱布摆好，我说已经做好了。主席很高兴，他说我当然你还没做呢，怎么说做好了？哎，我说已经做好了。哎，他说一点没感觉。手术结束已经是第2天凌晨，正在观察的唐有之忽然听到主席在喃喃自语。我说主席你哪儿不舒服啊？他说的不是不舒服，他说那你叫张一峰拿笔都字来就写了一首诗，就既有豪情是旧时，花开花了两游子，就是我的名字叫游子。看我说很好，主席送给我吧。他说我给你签个字，毛泽东签。手术过后，唐有之一直跟在主席的身边。术后的调养是很重要的，术后要封闭眼睛，患者不能见强光，7天后才能解封。所以不能让主席发现自己能看见东西，否则他肯定会马上投入工作，不肯再包上纱布了。有一个大夫就是张小楼，我还同他说的不要拿，他拿出一个镜片在他眼睛里面。戴上这个镜片清楚吗？哎呀，这很清楚，连头发丝都看到了，眼睛的头发的眉毛都看清楚了。那这是好，这一来我想说完了，我给他消毒啊，什么东西啊，再点这个消炎药、油膏啊，点好包好。要去包的人他说不包，这他倒是真生气了。他说我不包，我已经好了。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做了这个动作，大概周围的人都跑了，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那个手势是他特有的动作，在刚刚进入中南海时，就有人提醒过唐有之。此时，唐有之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开始和毛主席据理力争。我说：“今天我是医生，你是病人，在这个场合你应该听我的。平时你讲什么，我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这个我是在病的时候，你只好听我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了。后来，他也想同我挣扎了半天。后来我们中间这种办法，我事先知道主席这个有这个情况，我做了一个塑料的一个眼罩，终于这么大，中间有一个镜子，10度。正如唐有之料想的那样。没有人能阻止主席看书和工作，唐有之只能守候在主席的书房外，随时待命。4个小时过去了，秘书张玉凤突然推门出来说：“主席想见他。”主席那辰光来学英语，身边的他让他学英语。他2个手指说胜利了，你胜利。我说你也胜利了，你更胜利了。他说我怎么胜利了？你胜利了。我说你胜利。你说的要用西的姿势，
中医中药的知识结合起来研究中医。我就是用西医西药的知识当中医中药的知识结合起来研究成功这个手术。今天用了你身上嘛，不是你生理了。哦，太笑笑。术后3个月，唐有之一直陪伴在主席的身边。在离开中南海时，毛主席高兴地说：“请唐有之明年再来，为他做另一只眼睛。”没想到第2年，1976年9月，唐有之还没来得及给主席做手术，主席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成了唐有之永远的遗憾。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为毛主席做手术一事，唐有之始终没有对外人提起过。在文革中，他的境遇也没有任何改变，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学术的钻研中。那个电工啊，他修理啊，跑上去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扳子啊，碰着电线，触电了，他就回来打在眼球正中的角膜上面，角膜的正中，一打呢，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的眼睛都有，这个水晶体啊，没有打烂，整个的掉到眼睛里了，等于我做手术剥下去一样，不过它全断了。早上醒来，躺床跟我说，我在想怎么给它取出来，我现在就要搞研究了，就要开始了。哎呦，我那个时候说实在，文化大革命都害怕了，说你白钻道路，说你这个那的，你还没吃苦头还要搞科研。我说别搞了，不搞都一个样。你看那个时候啊，干不干都一个样。我说不搞，咱们还没有那个风险。那这个电工只有20几岁，我给他实故实的催他去也可以，给他不好也可以，但是他如果是过20年，20几岁在20年40几岁，晶体溶解了，这种款怎么办？他说我要给他取出来，我要搞一个套出术，要想办法拿出来。我劝他劝不动。那时候真是文化大革命，真是顶着这个冒被批判这么一个可能性，他就搞了。我仔细考虑了几天以后，就给他动手术。那么这一例呢，成功的是我最高兴的一例。唐院长这种思路呢，应该说呢，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中医，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这个眼科，对全国的这个中医眼科、中西结合的眼科的发展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这种推动作用。这是一种思路，应该是。所以从他从医到现在，应该说几十年来，他在这个研究这个方面，从来就没停息过。今天，80岁的唐有之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但是他仍然坚持每周出诊2天。他关注眼科的发展，仍站在眼科临床和科研的第一线。他竭尽所能，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广博的爱心，给患者带去康复的希望。2005年，在自己一手创建的中医眼科医院，国医大师唐有之迎来了他从业60周年的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高强对唐有之给予了高度评价。60年来，唐有之老师弘扬我国大医精诚的
优良传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